这大概是 NFT 史上最离谱的项目。NFT 首发3天市值达17000多以太，然后在20天内暴跌54%，被全网贴上 rug 标签的 Pixelmon， 居然在沉寂8个月后市值再度暴涨40%。嗨，我是 Levi， 欢迎来到Meta大玩家。今天给各位分析的项目是 Pixelmon。Pixelmon 在今年2月以起拍价3以太发售了10005个精灵，但是这些看起来不太聪明的精灵立刻引起了社区的愤怒，被戏称为 Kevin。吃瓜群众们挖出 Pixelmon 的创始人 Cyber 以不到1个 Pixelmon 的价格，从外包平台 Upwork 聘请了一位艺术家来创作了这些 NFT。游戏 demo 呢，直接抄袭了一个独立游戏开发者的项目，并且 Cyber 曾骗过很多人的钱，也没有过游戏开发的经验，因此项目被贴上了 rug 的标签。风波过后该项目由波卡和币安链早期投资者 Kendrick Wong 创立的 Web3 风投公司 Liquid X 接管。拥有10多年投行经验的联合创始人 Julio 任 CEO。Liquid X 接手后的 Pixelmon 从玩家戏称的 Kevin 摇身一变，成为了真正的元宇宙 3D 宠物精灵，并计划在2023年第1季度上线阿尔法版本。Pixelmon 这个曾经起拍价为3以太最低跌到 0.13以太，而现在地板价在 0.53的像素精灵，在 Liquid X 的接管下，能像 Pudgy Penguins 和 DeGods 一样起死回生吗？今天 Levi 将从 Pixelmon 目前的团队、游戏玩法、代币经济3个方面来为大家分析这个项目是否还值得投资。Pokemon Go 大家都听过吧？宠物小精灵都看过吧？那你们应该对这个游戏不陌生。Pixelmon 是一个开放世界的 RPG NFT 游戏，它受精灵宝可梦和我的世界启发。在 Pixelmon 中，每一个玩家都扮演训练师小智的角色，可以在里面捕捉、训练、进化你的宠物小精灵，一起参加战斗，通过土地获取资源收益，以及参与部落的道的治理。区别于传统的 Play to Earn 链游， Pixelmon 带来了 Play to Own 的概念。传统 P2E 链游，玩家更像是打金机器人，毫无体验感而言，而 Play to Own 项目方更重视玩家的游戏体验，从纯粹的打金转化为游戏资产的所有权。 Pixelmon 免费对所有人开放，希望给玩家带来革命性的游戏体验。Julio 接管 Pixelmon 后便着手弥补项目之前的错误，与曾跟暴雪、迪士尼和育碧合作的 Magic Media 和 Quivira Game Studio 开发内部工作室，将之前发售 NFT 融资剩下的$5000万放入多签钱包，与 2AM 合作进行声音设计，与 BrightNode 合作设计代币模型，邀请 3D 艺术工作室 Cosmo Medias 对 NFT 进行全面改造。目前，曾经的 Kevin 已经蜕变成了有声音会动的 3D 精灵。官方 Twitter 上披露的场景角色设计图和游戏 demo 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 Julio 在社区 Discord 中设置了 Ask the CEO 的频道，来专门回答社区的问题。另外，他们还在 Twitch 直播分享角色的创作过程。从上述动作来看，新团队的行动力还是比较高的，也在逐渐挽回社区的信任。在 Pixelmon 中主要有3种 NFT， 包括目前已经发行的第1代宠物精灵 Pixelmon， 即将空投的训练者 Trainer NFT 和计划在 Q4 发行的土地 NFT。 Pixelmon 分为4个部落，6种稀有度，其中未孵化的蛋地板价在 0.85以太左右， Common、Uncommon、Rare 的地板价在 0.57到 0.7不等，而 Mythical 的地板价则接近了 8.5以太。目前第1代已经发行了68个物种，这些物种可以进行进化和训练。宠物进化有2种方式，血清燃烧和 Pixelmon 燃烧。在血清燃烧中，假如你要将 Pixelmon 的其中一个物种 Piu 进化到第2代，那么就需要拥有一个之前没有进化过的第1代 Piu 和一个第2代火部落的血清。玩家可以燃烧训练过的 Pixelmon 来获得进化到下一个阶段的 Pixelmon。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第1代的 Pixelmon 和血清，那么你就可以通过燃烧获得2个进化后的 Pixelmon。截至视频发布Pixelmon 在 OpenSea 上的地板价为 0.58个以太，血清的价格为 0.62。在 Q4 开放进化后相对于3以太的发行价，第2代的价格预计不会低于1以太。如果仅购买第1代的 Pixelmon 进行质押训练燃烧第1代 Pixelmon 进化到第2代，虽然耗时时间长，但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另外，游戏中的训练以软质押的形式，训练过程中你的 NFT 还是在你的钱包里，但是如果在此期间 NFT holder 地址发生了变化，训练就会终止，需要重新开始计时训练。目前玩家可以在官网开始训练，训练14天后你可以得到一个会动的宠物，28天后宠物就可以说话了。另外，项目方不久将空投 Trainer NFT 可以作为你的 3D 形象，但是空投条件并不简单需要你的宠物会动会说话，并且和你有一定的亲密度之后你才能收到空投，这至少需要训练12周的时间。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2级市场购买已经训练好的宠物。目前 BrightNode 正在为 Pixelmon 设计经济模型，具体的代币模型还未发布。从已经披露的信息中可以分析出，游戏内采用双代币模式，应用代币和治理代币。为了避免高 gas 费支持频繁的交互需求，所有代币都将在以太坊的 Layer 2上发布。其中应用代币的用途主要有制作物品和盔甲、购买皮肤、定制游戏资产、购买活动和战斗的通行证、解锁任务和挑战、升级资产、加快恢复和旅行时间等等。治理代币用于促进创建部落道，部落拥有部落钱包的财产所有权，部落中最活跃的成员可以进行提案和投票，以此来防止巨鲸的垄断。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参与这个项目呢？目前只能从2级市场上购买第1代 Pixelmon 进行质押，提高宠物的属性，获取近期的 Trainer NFT 空投，未来也可以进化宠物，获取土地和代币空投，以及参与阿尔法版本的游戏测试。未来游戏上线后也可以免费参与游戏的捕捉、训练 Pixelmon、售卖 NFT， 参与游戏玩法获得一定的代币收益。不过这个可能得等到明年底了。那么讲这么多大家可能也发现这个项目的优点很明显。Liquid X 已收购 Pixelmon 项目60%的股份，团队实名，新 CEO 上线后弥补了之前的项目方的不足，和各个传统游戏制作方合作积极在社区交流，披露项目进展。那么第二呢，游戏基本玩法和传统的 Pokemon 差距不大，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参与，用户的教育成本比较低，游戏的可玩性呢也已经得到了验证。第三，拥有一定的社区基础和热度，与 Azuki 社区合作 ，Discord 在线人数维持在3000左右。新团队公布之后社区的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最后呢 ，NFT 也有明确的通缩机制，可以通过进化来进行燃烧。当然，这个项目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个项目的双币模型和打金的具体机制都还没有明确，玩家目前只能通过购买1代 Pixelmon 进行训练来参与项目，并且投资者可能会受到之前 Rug 风波的影响，望而却步。第二点呢，就是游戏的开发周期和 NFT 的质押周期较长，不适合短期投机者。2023年第1季度之后的路线图规划也不太明确，并且代币和土地的上线时间只是暂定 Q4， 很有可能会因为市场的情况而延期。最后综上所述，我对 Pixelmon 的综合评分为3分。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是 Live， 我们下期见。